退半步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。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。路再远，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。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但是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冤枉人你们在行，给人公道，听着倒是新鲜。既然是来抓我的，那就好办了。3年前，神都失踪了一个戏班子。你是说失踪的戏班子变成厉鬼回来索命了？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这世上既然没有妖猫，只有幻术，那3年前的妖猫也有可能是幻术。崔贝，你再想想，3年前那个戏班子的情况，你还记得多少？我记得主人姓孟，位置似乎在南市修丽坊附近。走，走。都停职了，你们几个干嘛去啊？都停职了，你管我干嘛呢？哎，这案子你们几个手里有线索吗？这案子，哎，算了算了，你犯不上跟我交代。我说实话吧，真挺不看好你们几个的。但我善意的提醒一句，出了这大理寺，可不一定能回得来了。谢谢你的不看好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走，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真走了。原来这就是尸体能飞上朱雀门的秘密。你帮过我，看在你也是受了冤枉的份上，又对老顾的女儿不错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这周围我泼了灯油，听到灯灭，你就可以放他出来。其实你也并不想杀我，不如聊聊。您是官员，我只是一个靠卖艺讨生活的小老百姓，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聊的呢？3年前的妖猫案，你既是凶手，更是证人。我找你，不只是为了找到当下案子的凶手，更是要破解3年前的真相。太晚了。如果3年前我父母惨死、孤苦无依、告冤无门的时候，有人要找我谈；如果2年前我风餐露宿、乔装神官，在街头被人欺凌辱骂的时候，有人要找我谈；如果1年前我试验孔明灯失败，整个西昌险些付之一炬的时候，有人要找我谈，或许都有可能。但是现在谈，实在太晚了。不管时间过去多久，
真相永远是真相。人死虽不能复生，但不代表案子就可以不明不白的过去。哪怕是亡羊补牢，也应该要把这些事查清楚。你说你父母是惨死的，那就不是失踪了，但又和妖猫案有关。3年前妖猫现世，很多百姓都亲眼看到了。那时候的情景，应该不是完全捏造的。3年后你能制造出一只妖猫，那3年前那只，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吗？你很聪明，只是你高看我。3年前的不是我，是我爹娘。这个戏场原本就是我们家的，我打小跟着爹娘学习戏法，神都能人多。我们家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，正是因为我们有着一手驯虎的独门绝技。我们家在这条街上很有名，这个戏场自然也很红火。我曾经想着说，等我回来，就把它彻底接手过来。回来？几年前的国战，我入了伍，征途万里，久经沙场。我每天都想着，如果我能回这家，我就可以过上安生日子了。终于有一天我回来了。3年前，我从战场回来，一名官员，也就是几天前挂在朱雀门上的虞后，来找我，说看中了我们家的绝活，要我们在庆典上表演，做压轴节目，好给前来观礼的百姓和高官一个惊喜，但要对外保密。事成之后，赏钱是平时的3倍。庆典上，我家母虎化妆成妖猫，在一片浓雾中压轴登场。百姓和高官都很新鲜，没见过这样的戏法。我爹娘正要等浓雾散开，露出真虎在表演，谁知道百姓和高官四散奔逃，不知从哪窜出一队士兵，将整个戏场围了。他们一句话不说，就杀了我爹娘。我因为在战场上会点功夫，从戏场逃了出来，却被虞后一路追杀。要不是他那一剑刺得偏右，我早就死在他手上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偷偷跑了回来，却发现戏场空无一人，整个戏场荒废了，只有一只刚刚满月的如虎。所谓妖猫在百姓面前被射落，大理寺也如此结案。大理寺凭什么如此结案？是谁可以让一整个戏场的人一夜消失，
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？我和他的亲人在同一天被虞后害死，这个仇我们不能不报。不仅是我，还有那些失踪案受害者的亲人们。很多人无法接受妖猫作案的说法，官府以如此荒唐的说辞草草结案，朝廷在这件事情上也难辞其咎。所以你假扮成神棍，在祭祠堂附近散播妖猫的故事。祭祠堂本就是收容孤儿和老者的地方，所以去那儿寻人的人最多。你的目的是吸引那些不相信人是被妖魔所害的失踪者家属，帮你共同完成你的复仇计划。车夫老不是其中一人。虞后已死，你没能远走高飞，说明你的计划没有完成。虞后生前有很多受虐待的痕迹，你们不只是为了泄私愤，还有逼供。虞后死前说了什么？幕后之人到底是谁？是谁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这是大理寺青印，代表着大理寺的权威。你告诉我幕后之人是谁，定能讨回公道的。去投案吧，缘由已然明了，此事对你尚有余地。余地？没有余地了。我既杀了人，就无法再回头。我只能把该做的事情做完。哎呀，白死俺了！哎，大哥，俺听明白了，这虞后真不是个东西啊，还有弄坏了人。但是你这样也不中啊！要是爹娘知道，该多心疼呀！来了，新毕业了，他肯定给你个说法。快走，进去。这是我所有的东西。虞后的背后是谁？看一眼就会明白。其他的所有人都在朱雀门附近隐藏了。刘斌，公道，不要骗我。刘斌，快上来！快点，刘斌！
过来，过来！你们干嘛呀？大理寺正有。上来，来，救！救！这儿快绷不住了，走啊！难得相逢是同路，不分你我共生路。唯有幸福漫步，把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。为正义仗义执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中残，真气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。路再远，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我拨开迷雾的天，坚守着心中的誓言，不改变，担心好事在人间。身与手足作伴，莫问前程，是盼真气浩然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泥潭中抽丝剥茧，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担心好事在人间。身与手足作伴，莫问前程，是盼真气浩然。你没事吧？来，这是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啊，快来，帮一把！哎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丫的是我。快走！哎，去哪儿？回大理寺。好，走，走。救！走，好，快！这少卿大人，你少卿，金吾卫把大理寺给围上了。啊？什么？你们几个！都在，那正好。哎，他们这是……既然是在大理寺，那自然是该少卿审。陈实，妖猫案可与你有关？猫，那个和你自称大理寺之人，是你的同谋？不是。这里是大理寺，断刑治狱。分海白的地儿，俺知道，上次就是都这说了，然后俺就把俺关起来了。俺不想听你说话。你可想清楚了？俺也不想听你说话。哎，陈实，你说话注意点。对。俺们是一伙的。哎，不是陈实，你想清楚了再说。你跟什么一伙的你？咱就是一伙的呀！你别乱说，这是公堂之上，大雅之堂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你？我们怎么就跟你一伙的呢？谁跟你们一伙的？你跟谁一伙的？你这意思，他们几个跟你是共案？是什么事？
你懂什么叫公安吗？你陈氏，你没理清楚，你不能瞎说呀。他只是口是心非呢。来，跟我来说清楚，他们几个跟你确实有关系吗？不是他们仨，还有他，俺们都是一伙的。陈氏，你不能乱说。你又说什么？南市废弃场内，罪证手段俱全，凶手之一已伏诛，而陈实当时跟凶手在一起，陈实又是大理寺认定的疑凶。上官少卿，我没说错吧？既是疑凶，刚刚那番话，算不算是当堂指认呢？你把话说清楚，你把话说清楚。说。既是当堂指认，尔等便有嫌疑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住手！上官少卿有意见？这里是大理寺，不劳你们金吾卫动手。来人！有。胡四在，把他们都押下去。啊？大人，都押下去啊？押下去，地牢。是。带走。走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少卿大人这样。哎，陈实，大人，我冤枉我们，大人。邱将军，此案还有待商榷。此案已破，还有什么可商榷的？不过我要提醒上官少卿，海捕文书是你亲自发的，如今这个结果是我替你着想。既是如此，此案已了结，走。快跟上。押进去，进去。哎，自己走，自己走。等等，我自己来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何四哥，咱们都是自己人。对呀，含血喷人的。我人微言轻，只能公事公办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哎，四哥，胡四。陈实，我你，还有东西给他。我过来。哎，行了，你冷静一下。哎，这，哎呀，这是3年前妖猫案失踪者家属的联名状书，状告唐朝礼部尚书。居然如此！3年前，礼部尚书为搪塞失踪案，竟差使虞侯令戏班主任伪装幻术，制造降服妖猫假象。事后，因为掩盖踪迹、杀人灭口，最终大理寺才不得不以妖猫定案。这些人说不通理，就只能血斩现场。这些人的名字，我从未在案卷上见过。现如今，总算知道他们是谁了。别言说了，咱是一伙的，俺信恁，别言也信恁。看来咱们几个算是跟此案掰不开了。哎，那个秉爷还说什么了？朱雀门，别言说了，人都在朱雀门。快将此事报知少卿大人。咱们走。走。嗨什么？我就是提醒一下，我们还被关在这儿，于事无补啊。哎，不是你说咱们好不容易捞了这么大的案子，还困牢里了，跟谁说理去？我们这是画地为牢了。要是画的还好了呢。大伙儿对不住，都怪俺。你不用对不住，不怪你。哎，你又咋了？你上次就关在这间地牢里，你是怎么出去的？上次这个门哎，开了！哎，快！走！好，走！哎呀，咋了呀，王爷？回
回来，快！这门这么轻易就打开了，肯定是个圈套啊！圈套也得去啊。照做了。啊，是。这件事情就这样吧，事不过三。大人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还能怎么着？都怪这个邱庆之，要不是他抓着这把柄，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。唉，倒觉得有点对不起那几个家伙。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。希望他们别再回来了。都料理干净了。果然如大人所料，属下在废戏场找到了孟奎，当场将其射杀。真凶已死，陈实一干人等虽与案件无关，但大理寺已答应定罪，也算是给大理寺一个台阶下。也好，他们当真什么都不知道。是。你去旧戏场，除了孟奎跟陈实，没有其他人知道此事吧？没有了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做得好。不多不少，正好3日，我就可以放心执礼了。礼毕之后，咱们再好好谈谈大理寺的事情。是。过来，出来！哎，别踩我！这边，这边。没想到能通到这里啊！这里是大理寺卿府邸，早就听说内有玄机。陈实，你说的那个秉爷他是为了护着俺啊。他从那么高的地方坠下来，可惜呀。没事了，他肯定没事了，咱就等那烟花信号都中了。如果他们要在上书执礼前进行报复，并且埋伏在朱雀门附近，我们要赶在他们动手之前。可我们现在是疑凶又是逃犯，到时候就怕说不清楚。没辙了呀！现在是船到桥头自然直，破案是最重要的。没想到你也有。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，书呆子。怎么说？哎，太好了，我们同归于尽了！啊！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啊，俺就知道。这话听着怎么耳熟啊？啊什么啊？陈实，我们不是一伙的吗？来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们快去朱雀门，我回大理寺搬救兵。啊，走，赶紧走，快！怎么回事？何故停车？何人在此装神弄鬼？
装神弄鬼。哼，这话从尚书大人口中说出，也算是恰如其分了。你是何人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只需知道我是代表大理寺前来就好。大理寺？哼，你意欲何为啊？3年前的妖猫案，大人给个解释吧。此案与我何干？大人何必在我这儿装糊涂呀？妖猫不过是幻术，而大人正是变戏法的人。信口雌黄！你好大的胆！当街劫持命官，是何人授意？你可知这是多大的罪吗？恐怕也不及大人的1/1000。3年前，你暗中差虞侯掳走了孟氏戏班，炮制妖猫谎言，以图掩盖神都中的失踪案。其中的缘由和失踪之人的死活，大人今天须得给个交代。凭什么？大人这么有恃无恐吗？无非是觉得人证和物证都自信已经完全抹除了。本官今日值大理，本官若不出现，全城的禁军都会来寻。不知你想过后果吗？禁军赶不及。你想要干什么？尚书大人，此案尚有原告在世，他不仅是原告，更是人证，就由他来问话吧。既然妖猫之说出自大人之口，那最后死于妖猫作祟，恐怕也没有人会追究你。我跟这老虎也不算熟，10步之内尚有的说。大人尽快。大理寺以法为准，以律为绳，以证据为先，但律法之外尚有报应。大人身上背负这么多条性命，就不怕冤魂索命遭报应吗？去！我认！好，我认。那我问你，所谓妖猫，是否是杜撰？是。孟氏戏班，可是你暗中派人掳走的？是。后来如何？我如何？我已经将他们都灭口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放下来！大人，怕你被老虎吓着，放了我！就暂且将你挂着吧。你好了，不生气了。带你去。不对，走。都记下了吗？都记下来了。白纸黑字，甚好。你们，撤！玉大人，邱庆之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救我，将他们全部拿下！邱将军，李炳，好久不见。邱庆之，快将我先放下来！邱庆之，此人是妖猫案的真正疑凶，如今已经认罪伏法。你还等什么呢？你真的要听命于他吗？快将他们都拿下！我只知今日是上行大礼，你们当街挟持礼官，耽误知礼，便是违律。至于你说的其他案件，我不清楚。来人，拿下！上谕在此。朕预览3年前失踪案血状，
并妖猫一案，颇有不尽不实之处，事令再查，务必厘清。礼部尚书暂斥其职，入刑部候审，令宣前大理寺卿之子李炳进宫觐见。吾皇万岁！原来，之前的前辈就是你。闻名不如见面。接旨吧。这个旨意不单单是给我的。诸位，都出来吧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就是血状上的无名之人。不依李炳，谨替含冤无名之人家眷33名，恭谢圣恩。恭谢圣恩。都起来吧。还有一件事。怎么了？还有一人，也与此案有关。我知道你一定在这儿。如今真相已经分明，但律法就是律法，你若肯投案，定能从轻处理。若就此亡命天涯，定要躲躲藏藏，了却余生。我愿意伏法。爹，阿爹！哎，小环，慢点走，别摔着。阿爹，小环，爹，你是我的小环，爹，你还活着，小环。阿爹找你找得好苦啊！我的好女儿。小环，小环，你回来了，小环，纳柔。大哥哥，我只要阿爹，我把拨浪鼓送给你。你不要带走阿爹好不好？小环，我的小环，我们不要为难官爷，好不好？啊，是阿爹不好。阿爹。不要哭了。爹！小环，本官以大理寺少卿的身份向你保证，你爹不会离开你太久的。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
杯，夜晚好几回，小情不忍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走时总抬头眉呀，好想流泪。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不愉快睡几回，尝尝口机会，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分。准备到位，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。一人干2个人的活，是我给你机会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？